大家早，阿弥陀佛。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佛陀初转法轮四圣谛法。佛陀初转法轮是在佛陀历经了6年的苦修苦行，终于在菩提树下证得果位，也就是证悟了。佛陀证悟之后，就到了鹿野苑，也就是现在印度的 Varanasi。佛陀在这个鹿野苑对了他5个弟子，也就是5比丘。这5比丘呢，以阿洛乔陈如、摩诃那摩、拔提、安毗实力迦也，好，这5比丘为听法者，而佛陀就是说法者。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佛陀初转法轮是在鹿野苑，对象是对5比丘开示。那我们就知道佛陀是非常的重视他初转法轮的内容，也就是四圣谛法。今天我想要用浅白易懂逻辑的方式来接引大家，再一次的去深入探讨为什么四圣谛法佛陀初转法轮的这个教法是这么的重要。那为什么佛陀不先讲空性之法？为什么不先讲菩提心之法，而先讲四圣谛法呢？什么是四圣谛法？那如果以比较浅白的方法呢，佛陀的四圣谛法就如同是什么？就如同是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身为在六道里面的苦的样貌，苦的症状是什么？就是苦地。那极地就是佛陀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在六道轮回里面，你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的病因是什么？就是极地。那灭地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吃药。那道地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要吃的是什么药，才能够让我们跳脱六道的轮回。所以就是苦地就是我们的病症，极地就是我们的病源，而灭地就是痊愈病症的情况，而道地就是治药的良方。佛陀初转法轮对5比丘开示的四圣谛法，佛陀总共讲了3次。所以在这3次呢，我们就讲佛陀3转法轮。第一次就是四相转，此是苦，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此是灭，可证性；此是道，可修性。也就是说，苦地它有逼迫性，集地它有招感性，灭地可灭性，道地它就是可修正。佛陀一开始讲第1遍是告诉苦集灭道4个相貌是什么，叫四转，好，四相转，表示这个四相的一个四相转。那第2次叫劝修转，也佛陀对这个5比丘的劝说，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证；此是道，汝应修。因为佛陀这个初转法轮四圣谛法是对5比丘所讲的，这个劝修转的意思是说，佛陀讲第2遍叫这5比丘要好好的修，就是说苦你要知啊，你要知道啊，那个集你们的根本无明欲烦恼这个东西你要断啊。此是灭，汝应证，就是说告诉你这个道理，你是可以证得的。第4，此是道，汝应修。此是道，汝应修，你就是要修，修了以后你就会跟我一样，跟我释迦牟尼佛一样，我能够开悟正道。佛陀跟5比丘讲了第2遍，劝修转，就是劝他们要真的要修啊，还不放心，再讲了第3遍，就3转法轮，叫自证转，就是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断；此是灭，我已证；此是道，我已修。就是佛陀就跟这5比丘说啊，这个苦集灭道，这苦地我已经知道了，集地我也已经知道我的根本无明，我已经断了。然后此是灭，我已证，
此是道，我已修。我借由这个修道，我已经破除我的根本无明，我已经开悟正德。所以就是这么的殊胜，而佛陀讲了3次，叫三转法轮的四圣谛法。佛陀在菩提树下经历了修行证悟之后，初转法轮就是讲了这四圣谛法。四圣谛法，佛陀对五比丘讲，还不是只有讲1遍，他讲3遍。所以我刚才把原文念给大家听，你就知道佛陀是多么的重视这个四圣谛法。以浅白话来讲，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要知苦、断集、慕灭、修道，也就是要知道苦谛，要断集谛，不要无明，不要烦恼，不要爱欲，要羡慕这个灭谛，就是说这个修道能够灭除所有这些无明障碍烦恼的这种修法门。然后第4是道谛，就是要修道，要修没有修，知道这些道理是没有用的。所以苦集灭道四圣谛，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前面的就没有后面的，没有后面的你也没有了解前面的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与道圣谛。所以什么是四圣谛法呢？也就是苦谛、集谛、灭谛与道谛，简称就叫苦集灭道。那事实上这4个字，也就是苦集灭道，它不是只是涵盖的这个4个字，而是它阐述的就是众生在6道当中轮转，在6法界当中不断的轮转，它最核心的一个要义。佛陀初转法轮四圣谛法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呢？因为在阿含经当中，佛陀教诫我们，无明者谓不知苦，不知苦集，不知苦灭，不知苦灭道。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众生因为无明，所以不知苦谛，不知集谛，不知灭谛，以及不知道谛。也就是不知苦谛，就是不知道人生的8苦，众生的8苦；不知集谛，也就是不知道这个苦果生起的原因是什么。那不知苦集，就是不知道苦集结生起的因缘跟业因是什么。不知苦灭，就是不知道要去学习让痛苦熄灭的一种方法。道就是不知道也不去学习这可以让痛苦熄灭止息的修行的解脱之道，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教诫的苦集灭道圣谛的重要。在四圣谛里的第一个谛，也就是苦谛，佛陀四圣谛里面的苦谛讲的就是一个苦的苦相。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经论里面，在佛经里面佛陀的教言是怎么记载的。在本释经当中记载，于诸善法中知识宜修习，能就近超越生老病死苦。也就是说，佛陀希望我们能够先去超越的就是生老病死之苦。而这个生老病死之苦呢，就是在四圣谛法里面的苦谛，也就是这个8苦的现象。那佛陀在开示苦谛的时候呢，已经明确的教言我们，苦呢不是只有苦一个字，苦佛陀的开示是苦涵盖着有生理的苦与心理的苦，也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8苦。生理的苦，身体的苦就是生老病死，生苦、老苦、病苦与死苦。那心理的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所求不得与五圣因苦。佛陀的四圣谛第2
讲的这个极地，佛经里面就是讲苦集圣地，也就是累积的前面的苦果，它造成的原因是什么？那个集呢，顾名思义就是积极升起，也就是这个苦来源形成生成的原因啊。集指的这个就意思，这苦前面讲了苦地的这个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与五阴炽盛苦。它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什么形成的？是什么样的因缘让它有这个前面的苦地呢？在极地里面，这是告诉了我们它的一个理路。那当然，这个众生之所以有这个苦地，也就是这个八苦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无明、惑、爱取这三个驱动在一起。所以极地里面，它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无明的过患，众生无明的过患。那无明跟贪欲合在一起，就是惑，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迷惑。这个无明呢，什么是无明？就是无始以来不知道佛陀正解的教言，也就是黑暗，也就是迷惑，也就是烦恼，也就是爱取执有。这所有的呢，就是指极地。这个极地主要它讲的就是12缘起里面的无明，也就是迷惑、爱取。这所有的这些生成苦的原因，就是因为众生在无明当中，不信因果，不从善，爱取、爱执、爱有这12因缘里面的所有驱动众生造作恶果的，都是因为无明为始。所以在四圣地里面的第二圣地极地呢，就是指的就是这个苦果是怎么形成的，怎么累积的，怎么样去招感召集的。在因缘果报来讲，苦地就是果地，而极地呢就是因地，也就是因苦因的形成与感果的因缘。极地里面佛陀所开示我们众生学佛者要了解的，就是众生之所以有苦果，就是无始以来因为众生的无明而造作了这些不善业。时而身为人懂得修行，但是呢看到了美色却没有办法克制用佛法跟佛陀的教言去克制自己的欲望，也就是去贪恋美色或贪恋男色进而就造作了一个恶业。那苦果它当然就是伴随着自己的欲望所以极地呢，主要就是阐述众生的无明、烦恼、迷惑，所以它就是一个因。我们一起来看，苦集圣地者，为爱当受后有，贪喜惧，彼此爱着。在这里释迦牟尼佛就已经很明确的告诫我们，苦集圣地，他讲这里的苦集圣地指的就是指极地就是因为爱这众生在六道当中的爱执爱也就是12缘起里面的无明行识爱取。当有这个爱执的时候呢，就有后有。后有就是指你就发生了这个果报那这个爱取，通常众生所爱取的绝对是不净的业，也就是恶业，它的后有，它就是一个苦果。所以在佛陀在教诫我们，就是告诉我们极地主要我们就是要看到自己的无明，还有看到自己的爱欲，看到自己的迷惑，因为这种种的总结而招感了苦果。那也就是这个惑
这个无明。所以呢，好不容易今生学习佛法，我们成为了一个皈依三宝的佛弟子，遇到了有三宝的加持，引导我们，摄受我们。但是因为过去生无量劫来的恶习气，有时候投身到天道也会沾染天道的习气，有时候投身到地狱也有地狱的习气投身到畜生道、恶鬼道、阿修罗道，每一道的过程我们都在沾染习气。那这个习气不是你今生修行就能够把它洗干净的。即使是一个人道的修行者，受了皈依五戒甚至菩萨戒，看到男色或者是看到女色，都还是会升起爱取之心。那今生会在修行的过程里面看到一个女色或男色，还会升起爱染心，就代表自己没有在佛陀的教言里面苦集灭道的苦地极地有正确的正解与认识。那这个过去生无始以来，这个爱取就男女本身就是贪欲的这种男女的这个欲望，就会被勾动起来。被勾动起来以后，还不知道用佛陀初转法轮的四圣谛法用这个苦地知道说你就是因为有这个色身五蕴之身，才有这个男性的欲望或女性的欲望，看到了对镜一个好看的女人或者是一个很帅的男生，就已经没有看到自己已经是被色所相诱，赶快用这个四圣谛法来阻止自己，来开启自己，不要再去集结不善的恶因，也就是极地不了解这苦地，就不知道这个人生是苦，完全苦地的内容完全不了解。尤其是佛陀初转法轮所开示的苦集灭道，苦地这人生的八苦完全没有感觉，只有想到爱恋这个男或者爱恋这个女色。极地也不晓得自己还会再继续跟他在一起造恶业继续行邪淫的恶业，或者是继续造这个意业，就是没有实质上肉体的越矩的行为，但是意业就是自己的心是阿赖耶识，不断的还在贪恋女色男色，一直造作一直造作。所以这就是不了解佛陀四圣谛法里面的苦地与极地，不知道自己的苦果，也不知道自己还要再造下一生的苦果与今生未来的苦果，这是极度的可悲，也是极度的令人担忧的事情。所以极地就是因为无明，就是因为贪嗔痴慢疑，因为这就是不懂得苦集灭道。因为如果懂得苦地极地这前面四圣谛的两谛的话，那你就会知道八苦的可怕，知道自己还会造作苦因，会堕落三恶道，那你就会绝对会升起一个正念，要修灭地。那正确全名呢叫苦灭地，也就是四圣谛里面的第三圣谛。佛陀是讲苦灭地就是把苦地极地灭掉的一种方法。这个苦灭圣谛也就是第三圣谛。那也就是说，我们断除了上面我们刚才讲的极地，也就是苦因，那我们就不会有苦果，也就会让我们在生死六道轮回里面能够跳脱这个六道轮回的一个修行。所以这个灭就是指要熄灭痛苦之因。那这个呢灭那当然因为这个苦集灭道是佛陀初转法轮，也就是小乘法，所以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极尽涅槃，也就是无烦恼无轮回的牵绊的一种极尽涅槃。那但是因为我们是大乘学佛者，我们不是只是追求我们个人修行的极尽涅槃，我们是要去自利利他，断除自己根本无明，以自己的欲望，然后能够自利利他，
经过这6度的修行，最终能够成就佛果，然后能够去帮助众生与自己都能够解脱成就佛果。好，前面第一个讲的是第一圣地，讲的是苦果嘛，就苦地。第二个极地是指苦因，就苦因集结的原因，升起的原因，而为什么会集结苦因的这根本之因，就是无明、爱取、爱与惑。所以这纠葛在一起而形成的这个极地，也就是会让我们造作苦因的这个众生的心理状态。那灭就是要去熄灭这个苦因集结的方法与状态，所以它就是要我们断除一切的烦恼，要能够破除自己的无明，能够破除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这就是灭地。那真正的修行，也就是在第4圣地，也就是道地，也就是苦集灭道的第4圣地，道地，也就是苦灭道圣地，也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根本无明，然后把我们的爱与欲望完全摧灭、摧毁与减少它力量的一种方法，也就是修行的方法，也是解脱的方法。好，这也就是指道地。那这个第4圣地道地，苦灭道地，主要讲述的是什么呢？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就是兜不起来，凑不起来，无法在自己修行者面对自己贪爱的一个对境的时候，能够把自己的欲望无明的心降服跟破解掉。第4圣地这个道地是什么呢？也就是依循佛陀的教言，好好修行的8种方法，也就是8正道。道地，这个道地指的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一种路径，一种实践修行能够解脱6道轮回的一种实质的做法。那这个就是8正道。这8正道是哪8正道呢？我们一起来看。8正道，第1正道正见，第2正道正思维，第3正道正语，第4正道正业，第5正道正命，第6正道正精进，第7正道正念，第8正道正定。佛陀的教言里面告诉我们的8正道，第1就是要正见，也就是要正确的知见，正确对三宝的见解，正确对因果的见解，正确的理解这6道轮回是根本之因的见解。最重要的根本之正见，就是要知道众生都是在无明当中，因为爱，因为欲望，因为贪嗔痴慢疑，不断的让我们造作轮回的根本的恶因，也就是这个恶因让我们最终感得痛苦的果报。有时候堕入到畜生道，有时候堕入到恶鬼，有时候堕入到地狱，有时候上到天，到阿修罗人道，不断在6道里面上上下下的轮回。也就是说，修行如果你没有依循佛陀4圣谛法里面的道地里面的8正道第1正见的话，没有依循着佛陀的这个正见而行，那基本上不管你修行多少生多少世，是没有可能去处理轮回，没有可能去跳脱6道轮回成就佛果自利利他，这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很用心、很专注的去理解佛陀教授的正见是哪一些呢？所有佛陀的教言都是正见，不管是小乘法、声闻法、大乘法，都是佛陀的正见。它只是依据众生不同的根器而演说的一个次第不同的一个法，但是它循序渐进，最后都是自利利他，成就无上的菩提。
那第二正见就是正思维，就是八正道的正思维。我们既然已经学习了佛陀的正见教法，我们就要无时无刻的把佛陀的教言拿来做思维，来做自己的一个身语意行为的一个指南针。但是现在末法有很多的在家居士，即使学佛已经10-20年了，但是呢，他的正见与正思维只有在佛堂的时候，就是在跟师父修法，或者在佛教团体里的时候，他才有这个正见与正思维。他离开了这个佛教的团体，他还是用世俗的人的生活去思维，去工作去玩乐去造作这个爱取、贪欲、无明。好，他把自己是分割的在佛教的团体，我就依照八正道而行，依据佛陀的四圣谛苦集灭道，好好的修。离开了佛堂呢，就回归他就是世俗人的一个太太的身份或一个先生的身份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怎么交朋友怎么交朋友。这是完全就是没有依据佛陀初转法轮苦集灭道里面的道谛在修行。即使知道了正见，但是没有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把自己的本具佛性、自己的阿赖耶识把自己的心照顾好，没有依循正思维，那等于这个修行是有放假的就是打卡，偶尔来修一修，偶尔又下班那种概念，所以是没有用的。他在这个善业里面又同时造作了恶因，所以生生世世不得出离，不能成就佛果的原因就是末法修行者多，成道者少这原因就是没有正见，没有无时无刻的维持正思维。那什么是第三正见呢？就是正语。所以前两个正道，正见与正思维，就是指我们的意就是身语意里面的意识，也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的意识身。我们这个意识呢，要维持正见与正思维，然后就会驱动我们这里讲的第三正道，就是指正语。我们嘴巴就会讲出符合因果的善的口业，我们不会挑拨离间，我们也不会去做奉承或者是谄媚的语言，或者是说谎妄语或恶口，我们都不会造作这个口业。就是这么简单，把自己的正见做好，我们时时刻刻是对准佛陀的教言，像指南针一样。正思维就是无时无刻不让自己的心念偏差佛陀的教言。当我们的正见正思维都在的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一定是符合佛陀所讲的因果法则，那我们就不会造恶因，我们就不会造语的恶因也不会因为喜欢一个女的去讲谄媚的话，然后或者喜欢那个女的继续去讲一些喜欢她的话，去增长自己的爱染之心，再去增染对方的欲望之心，又再去纠缠然后到下一世再继续纠缠也许到三恶道去继续再纠缠成为伴侣，成为眷属。众生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很可怜，但是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所以正见正思维正语，我们就知道了前面两个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要修好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我们本具的如来藏，要跟佛菩萨的心事要对焦。那我们嘴巴讲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是自利利他的语言，然后我们的语呢又还能够去修行持咒断恶修善。所以呢前面两个意的修行，第三是语正语，那第四呢是正业。也就是说正业这个业讲的就是业行，就是行为，就是正行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符合因果，也是服顺佛陀的教法，佛菩萨的教言的，这个就是正业，就是正确的行为
就不会有苦果。我想这样大家就很明白了。那下一个第五正道是什么呢？正命啊，这个我就可能要解释一下。这个正命指的就是说，一个修行者他不一定是指出家人，他也可能是在家居士。那在家居士他平常日常生活他必须要靠自己去工作，做生意也好，帮人家上班也好，要去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这里讲的正命指的就是指职业，那出家人指的就是他弘法利生的志业，那在家人指的就是一个他的职业。那这里的职业呢，就是不可以去伤害众生的一种职业，不可以去当屠夫去伤害别的众生，那也不可以去贩卖毒品因为所卖的这些物品会让别人迷惑心智，乃至于可能造下犯罪的恶业。那也不可以去所做的行业是会帮别人去滋长他的贪嗔痴，或者是让别人去造作恶业的职业。比如说屠宰场比如说你经营一个很大的屠宰场让屠夫来跟你买这些鸡鱼肉去卖屠杀以后去卖到市场，这个就是不是正命。在释迦牟尼佛的教言里面，这就不是正命这个就是邪命。比如说犯杀生的这个职业，或者邪淫的职业，或妄语的职业，这些都是邪命就是不是属于正命。那有些居士就会来问我们说，师父，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开个餐厅都一定要做素食不能够去卖肉或海鲜？我就把佛陀的教言跟这些居士分享。佛陀是说三净肉，只要这些众生不是因你而杀你也不见杀不闻杀，所以这个是属于三净肉。那当然海鲜就不可以是把活生生的鱼或龙虾放到你的店里让客人去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就是杀业。那如果它已经在市场里就已经是死掉的那这些肉品跟海鲜它就不算是叫做杀业所以这个正命它的一个理路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前两个是我们的心，这三个就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正语、正业跟正命我想大家就分解得很清楚了那这已经涵盖了5个正道。那最后3个正道是什么呢？就是正精进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了有正见，你也在正思维，但是你只有在佛堂的时候才在修，回到家或者跟朋友出去就把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全部都丢光光，就是都完全是跟世俗人一样，那你就是没有做到这个第6正精进，你没有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心维持在正精进上面所以这个也是不行的。那第7正道就是正念那我想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你要时时刻刻都很精进，不可以有请假、打折或者是打卡的方式在修行。你的念头是要时时刻刻是原念在佛陀的教言、佛菩萨的正法上，没有休息或者是廉价三修的那所以这个有正精进又有正念，那你等于时时刻刻你的身语意一切都是服顺于佛陀的教言，那怎么会有恶业呢？那怎么会有轮回到三恶道的果报呢？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8正道它殊胜的原因在这里。第8正道是什么？就是正定。那我们就不用去额外的去解释，可能在上座修法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维持所有刚才从一开始讲的正见每一个正道我们都要好好的去串联起来去修，那这就是正定那不是光只有在上座修法才是正定，你要在日常生活乃至睡眠当中行住坐卧一切的一切都要依照8正道而行，而8正道就是道地，也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的最后的一个道地
也就是修行实践的方法。所以我们这样就很清楚了，苦灭它都是指的是一个果，针对果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解释。集跟道它针对的是因，解释一个因，集就是苦因集结的原因，那道就是告诉你摧灭这个苦因修行实践的方法。我想这样就很清楚知道苦集灭道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思维实践的方法，认知自己是在无明的大海当中受着自己的欲望执着烦恼业障所绑不得而出。我想这样子就很清楚也很明白。在四圣谛当中，苦谛跟集谛它诠释的就是世间的因果，也就是指在六道里面的因果。那这当中有可能是我们身为人道的生老病死，也有可能是畜生道的生老病死，也有可能是恶鬼道的生老病死。所以这个苦谛跟集谛它指的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这个世间因果。而灭谛跟道谛呢，它指的就是出世间的因果，也就是让我们能够跳脱轮回成就佛果的因果。为什么呢？灭谛就是你是去摧灭你的恶因，所以它就是一个出世间的乐喜乐的结果。那你这个道呢，它就是一个修行实践的一个方法，它就是出世间的因，你所造作的透过八正道的一切的修行，如果你发的是大乘佛教的广大发心的话，你是不入轮回的，它就是种下出世间的善因，不入轮回的善因。总结我今天所讲的非常长的四圣谛法，我想就用佛陀自己所转三次法轮来讲述这个四圣谛法，也就是事相转、劝修转、自证转，来以这个作为结论。就是佛陀用他自己的现身说法，告诉这五比丘能够认识苦、认识集、认识灭与认识道，然后还要去修。最终佛陀告诉他的五个弟子说只要你照着这四圣谛法好好的修，最后你会跟我一样已经是自证转，就是我已经证得了这样的一个修行。四圣谛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是涵盖的是整个修行佛法的基础。没有小乘的修行，就没有大乘自利利他的圆满修行的正果。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佛陀的教言，从开始到最后，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学习。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很长的一段开示，那也希望能够给的各位有所启发。那从今天开始之后的一连串我的教学的影片，我会依循佛陀的教言所期许我们修行者能够修行的次第，我会一步一步的往上去讲说。如果大家也想要跟我一起走入佛法修行的大海，那别忘了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子下次我所开示的进阶佛陀的教言你才不会错失。那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